雏鸟长大后会被推出巢穴学飞行，奶猫长大后会被推出小窝学独立。而你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人家好心收留你，你却把人家房子砸烂，你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，让我们重来一次吧。10只小鬼任君挑选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欢迎光临薯饼妖怪屋。在进屋前，请先确认新鲜准备已经完成。如有无忧，本屋概不负责，所以很重要哦。如果一切 OK， 那么请拿好你的爆米花和饮料，时空旅行要开始啦 ！Go Go Go！Cypress 在 Tricky House 的故事正式来到最后一个篇章，未来在哪里，目前还未知晓。但这场如梦般的旅程却带给了他们许多重要回忆，也为他们写下了全新的序幕。作为 House of Tricky 系列的最后一章 ，Wrecking the House 回收了很多前5张专辑的伏笔，比如驶入 Tricky House 的列车是什么 ，Cypress 的 Dokebi 身份究竟如何呈现。那当然，首先最直观的就是他们回收了 Breathe 里的超能力。虽然书评要说就是超能力这个部分吧，就算有了官方认证的超能力分配，它现在还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，就一个个都没人在认真用超能力。这部分首先知道 Tricky 赋予了他们超能力，然后他们反过来用这个能力砸烂了 Tricky House 就好。Cypress 你们好样的。戴上帽子，隐藏面容，看不清谁是谁不重要，因为此时的我们是一体的，是10个不一样的灵魂，却又像是一个人。从 Breathe 到 Superpower， Cypress 想传达的讯息都是灵魂的合一，全心投入，令人心脏狂跳的事，这就是独属于 Cypress 的 Superpower。当我们重新认识自己，做自己的时候，坐标才有了真正的意义，灵魂才会真正的苏醒。消失的10个孩子归来了，此刻他们化作吃醋清脆的火焰。已经完全成长的10个人，他们不再需要这个家的庇护，继而亲手摧毁了它。但有这个必要吗？答案是有。KQ 很贼的一个点，他们把 Cypress 这6张专辑的小故事藏在了 Melon Music 的专辑介绍里，不特别去找还真找不到，但你就有可能会错过这些重要的细节。从迷你4的专辑介绍来看，我们能得知进入 Tricky House 的意义就是为了走出去。暂且不论它的真实与否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名为心理阴影的迷宫。首先是走出每个人各自的阴影，认识了自己的重要性，下一步要抛下肉体，直面死亡，才会完成灵魂的重生，成为 Dokebi。相比起4月4号清明节的祭祖，同样是和鬼魂挂钩的节日，万圣节却多了一份狂欢和恶作剧的意味。我们叫了这么久的10小鬼，他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成为鬼怪的呢？MV 一开头，很快的跳过4个破碎的画面，结合回归前在 IG 广播区的小活动，这应该就是所谓藏着回忆碎片的空间，从这些区域里去寻找记忆并逃出房子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在活动结尾时使用的词是 escaped， 也就是逃离，就好像有谁阻止了他们离开一样。前面说过，在迷你4的专辑介绍中可知 Tricky House 作为心理阴影的具象化， Cypress 一定是想着逃出去的。但逃出去是一回事，他们暂时远离了阴影，却还没有完全摆脱，所以 Tricky 才会赋予他们超能力，让他们亲手摧毁这个家，也就是舒适圈。走出舒适圈，直面自己的软弱，直到孩子们能亲手摧毁自身的心理阴影，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成长。整个城市已经被各种 Superpower 占领，现在就是 Cypress 的主场。Hunter 扔出去的火焰就像是信号弹，呼朋引伴着所有人一起出击。收到讯号的大家跟上了 Hunter 的节奏，从孤单的独舞变成整齐的群舞，打响摧毁 Tricky House 的第一枪。视角从室外转到室内，一群人出现在熟悉的车站，这里就是他们来到 Tricky House 的地方。但这里出现的厨房一如既往令人捉摸不透啊。此时这个厨房有些混乱，有进来走一圈就消失了的郑勋，有拿个高丽菜去找鲜鱼的争执，有从厨房一路干翻到餐桌区的明仔和翠明，还有在玉赞身后打架连只出现了不到1秒的2个蒙面人，就很 Cypress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玉赞称到自己的名字是 YC 时，仔细看这里的舞蹈动作就可以发现，玉赞的 YC 手势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反过来的，
想要看到正确方向的 YC， 需要从预战自己的视角才看得到。注意，这里的歌词虽然唱着是要告诉你他的名字，但 Sackers 已经把所有专注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。那当然，这个代表名字缩写的 YC 也只会比给自己看啦。不过这里也可以用另一种比较奇幻的解释方法，就是把我们的镜子这个元素拉出来。如果用镜像来形容的话，那也是一种解释了。餐桌上有紫菜包饭、海鲜煎饼和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石锅。镜头一转，面前是一盘辣炒年糕以及可爱的友俊。这次能够清楚看到周围的环境了。10个人身后是被封起来的用餐区，楼梯上、地板上、餐桌上到处都是垃圾。角落的冰箱零零散散装着几瓶能量饮料。根据右侧的文字和板和整体环境来看，这里的确就是一个车站，但它和 Tricky House 出现过的车站比起来凌乱很多，看起来就像荒废了很久一样。这里其实也是暗示着来时的路已经回不去了，能做的只有打破规则，继续向前走。但友俊在这时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，他把自己着了火的鞋子冰到冰箱里，和其他能量饮料放在一起，要把它冰冻起来。照理来说，蓝色火焰应该是代表着超能力，虽然不知道把鬼火冰冻起来会不会有影响，不过看起来会不会友俊不是很想离开。镜头向下扫过友俊的另一只鞋子，只应该是在一个巨大的储藏室，但储藏室背后是灯光还是夕阳？地底没有夕阳吧？从地底车站再往下到储藏室 ，Tricky House 有这么深吗？所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场景相对位置，还是只是一个单纯的转场呢？一个影子跑过，聚光灯聚焦在他身上，剧名闪亮登场。这边的拍摄手法其实有点像警匪片，当目标任务被发现时的场景。说实话，结合他们 Breeze 的行为和他们本身的角色设定，被追上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。这暂且不提他们已经在 Bittersweet 被追杀过一次了，我们还无法确定追杀他们的人是谁，是 Good Brother 还是 Alpha A， 又或者是他们内心中的心理阴影想再次拖住他们。本来就是逃到这里来的 Sackers 想找一个能够接纳他们的庇护所，结果从迷你4一直被追杀到迷你6，绕了一圈，最后还要想办法逃走，而且使命是要拯救更多的人脱离世界的掌控，那他们的命也是真苦啊。离题了。看到这里，薯饼就起了疑问。注意一下歌词，能够看到剧名这里提到着火的双脚，要知道上一个脚着火的是预战，配合着歌词象征着跑步跑停不下来，好像被某种能力充满的感觉。但在 Super Power 里出现了2个脚着火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下一个场景限于一个月球漫步进入了车厢，这是一个干净整洁、充满科技感的车厢，完美的呼应了这座城市的未来风格。这里有一个伏笔，我们都知道 Tricky House 和 Super Power 都出现过车厢、车站等场景，而且都是重要的故事线索，甚至照片角度都是一样的。但前者是车厢凌乱，车站整洁，后者则是车厢整洁，车厢凌乱。要记得，他们来去 Tricky House 搭的都是列车啊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就只是符合 MV 风格而已啊，但如果这里套入一下他们的心境，那就有趣了。假设车厢代表 Sackers， 车站代表 Tricky House， 那么凌乱的车厢就好比混乱无助的 Sackers， 干净的车厢好比成功蜕变的 Sackers。反过来，干净的车站是 Sackers 梦中所向往的 Tricky House， 那凌乱荒废的车站就是他们即将摧毁的 Tricky House。此时的列车高速前进，带着 Sackers 再一次驶向 Tricky House。暂停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对，就是这里。在所有人蹲下争着扶着门框的这个镜头，非常快的藏了2张海报，分别写着 MS Sackers 和 Neural Rewrite。MS 比较好解释，它可以是很多东西的缩写，其中包含了质谱法，这是一个计算化学数据的技术，其实使用范围非常广，不止化学，有时候在物理、生物等领域也能碰到。而 Neural Rewrite 就比较复杂了，它的直翻叫做精神重写，将脑中的思维重新调整编写，让它变成你所需要的思考模式。在编写 AI 时，常常使用这个东西，将它的神经网络结构重造，进行内容重写。这时就不得不提到好久不见的坐标珍珠 Cord 了。根据迷你2的专辑介绍可知，多尔代中的僵尸就是暗指跟随 Cord 生活的人，他们没有主见，像僵尸一样的活着，不禁让人思考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技术能够操控人类到这样的地步？
这里其实很可能就是在回答迷你2的伏笔，而且直接暗示了 Namu 的操作手段。薯饼世界观解析第3集中有提到，Namu 的存在就好比一座信号塔，向外输出的东西就是讯号和数据。假设人们生来就是拥有坐标的，那我们用简单容易理解的方法来说明，就是将人类的天赋和身体状况用数据方式解析 ，Goodbarder 计算完之后，再次使用这些数据输出成 Word。此时这些未来都还只是一个数据，那它要怎么输入进人类的脑袋呢？首先声明 Psychers 的世界观可能引用了很多程式编程相关的概念，但在使用方式上会有一些出入，只要抓到一个边边，方向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关于前面提到的质谱法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延伸成解析神经的活动，然后转译成数据的技术。这时候就来到第2步，计算和植入，这就是 Neural Rewrite 了。在现实世界是重组 AI 模型思维的写法，在世界观里它就是反映到重写思维逻辑的技术。我们先把新生儿的心智想象成还没有被写入额外程式的初始状态，为了让他们能够接受讯号，统一他们的思维模式，就要使用到类似 Neural Rewrite 的技术。当我们使用 Neural Rewrite 技术输入进他们的脑袋，他们的思维就会被导向 Word 的运作方式。当然 Neural Rewrite 不是让婴儿开始思考，而是让他们的思考模式被复写、统一。对未来的追求不再是由自由意志来操控，而是由数据 Word 来掌控。所以这里才会用僵尸来比喻他们，明明就是人类，却需要接收讯号才能像人类一样思考。肉体活着，但意识是死的，跟半死不活差不多。Super Power 真的有很多和 Tricky House 相呼应的地方。看到那辆车子了吗？眼熟吗？又熟悉又陌生的，这就对了。因为它虽然长得像 Tricky House 中出现的红色跑车，但实际上不是同一台，至少花纹看起来是不太一样啦。哦，不对，车牌也不一样。不过，不觉得它很突兀吗？仔细观察一下这支 MV 的打光和配色，基本上都集中在蓝绿色系上，最多加一些很淡的黄色做装饰光。唯一有出现过其他色调的地方就只有4个：居民的储藏室、Tricky House 的内部装潢、这台车子，和后面会再提到的郑勋的背景。在色彩学上，如果我们把主角填上和背景氛围色系互补的颜色，会形成冷暖色系上的强烈对比，继而自动的让人注意到作者想让你注意到的主角。那很明显，这台车就是那个主角了。像这样的冷暖互补在哪里也见过呢？没错 Tricky House。 不同的车，同样的手法。 Super Power 很明显就是想要让你感到熟悉，相似的打光、构图、布景，甚至到歌词和道具。镜头给到 Hunter， 他是发起进攻的人，也是主线故事的核心。撞进来的车挡风玻璃和左侧车头灯已经碎裂，这时候的 Tricky House 也已经开始损坏了，漏电、裂缝，只要再追加一次攻击，它就会完全崩塌。